你有没有在刷 YouTube 首页的时候，看到一个只有几百订阅的频道，它的影片居然有5万、10万的观看量，然后你心里面就会冒出一句话：凭什么？我影片剪得比他好，更新比他更加稳定，我做了半年，为什么推的是他而不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2026年的演算法正在刻意的扶持小频道。问题不是机会不存在，而是他们触发了讯号，而你没有。所以这期影片我会拆解给你现在 YouTube 演算法最会看的5个讯号，以及为什么有些小频道会突然起飞。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的核心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这来特别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那当你上传一部新影片的时候， YouTube 不会一下子就把你的这部影片推荐给几万的人，而是它会首先让你进入到一个小考里面，这个小考只会给3种人看：订阅你频道的观众、常回来看你的观众，以及曾经对于你主题感兴趣的观众。然后算法就会问3个问题：他们有没有点击？他们有没有观看一段时间？他们有没有和影片进行互动？只要数据过关，才会进入到第2轮的测试。第2轮就是给还没有订阅你频道，但是感兴趣同类型内容的观众。如果第2轮测试也过关了，那么就会进入到第3轮测试里面。这里算法将会把你影片推荐给更大的冷观众群。这个过程就像是层层晋级，而98%的影片都死在了前2轮。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运气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去设计你的影片去通过这些测试。那很多人以为做 YouTube 其实是创意问题，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其实它更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不是仅仅的在拍影片，而是你在设计一个能够通过测试的影片模型。我在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里面会把整个测试模型拆成完整系统，从人启动、标题设计、观看模型，再到变现架构。但是今天我先给你5个最核心的讯号。首先第一个讯号就是动能积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YouTube 它是会给频道一种短期的状态评分的。当你游戏影片它的点击率提升了，前24小时的留存率变好了，互动率上升了，那么系统就会在这个时候为你的频道暂时标上最近表现上升的频道。那这个标签就会影响到你下一支发的新影片它的一些初始条件，意思就是你的下一支影片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测试流量，会首先展示给更多的观众，又或者是你可以更快的进入到第2轮的测试阶段。但是这个动能窗口它的期间是很短的。如果说你的一支影片爆了，但是之后就很快停更了，那么 YouTube 演算法就会认为你只是偶尔发而已。而如果说你接下去的几天里面又发了一支表现稳定的影片，那么算法就会更加确定这不是运气，而是趋势。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支爆款影片，而是在我们拥有了一支爆款影片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去接住这种节奏，接住这些流量。 YouTube 频道的成长它不是靠一个单个峰值，而是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去给 YouTube 演算法正向的信号，让它不断的去提高你的推荐流量。第2个讯号就是内部流量循环。现在的 YouTube 它不是单点推广，而是说它会把现在 YouTube 上面的各种内容形式，比如说 Shorts、社群贴文、直播、长影片，它会串成一个观众网络。也就是说，系统它不只是去看谁看了你的长影片，而是说有哪些观众对于你这个主题有过任何形式的互动行为。只要有人去看你的短片内容，有点赞、有关注，有去看你的社群贴文，有去给你留言、去分享，那么演算法就会标记这观众是对于你这个主题是感兴趣的，然后在你发长片的时候，会优先把你长片去推荐给这些观众，就等于算法首先帮你建立起了一个暖的流量池。所以我希望你每一支长影片呢，都能够配上1到2部的短影片，它是和这个长影片主题相关的，并且呢，也配上1到2个社群贴文，也是和这个长影片的主题是相关的。重点不是为了曝光，而是说能够让算法去收集到观众的兴趣讯号。当算法收集到的兴趣讯号越多的时候呢，你的第1轮测试就会更加稳定。
你不是在多发内容，而是在建立一个内部再行销的系统，让同一批的观众从不同的入口再次被导流到你的内容核心里面。下个讯号就是观看链接。YouTube 它真正优化的不是单支影片，而是整个观看流程。系统每天都在问一个问题：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他们下一步会看什么？如果说有观众他们在看完一个大频道他们的影片之后，选择点开观看你的影片，并且观看的时长也是不错的，那么系统就会建立一个内容关联。久而久之，如果算法一直有看到观众在看完大频道的内容之后选择观看你的影片，算法就会逐渐的让你影片出现在这些大频道的影片后面，这就形成了观看链接。问题就在于你不是和大频道去做竞争，而是作为大频道的延续。你可以进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里面去看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看你的频道的观众也在看的频道，还有就是你频道的观众最近也在看的影片，去研究他们最近发了哪些影片，有哪些主题流量是比较高的，是观众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再去研究他们的标题是怎么写的，怎么去吸引到了观众，缩图传达了什么承诺，然后再问自己，我的影片是不是他们的下一步？当你内容能够稳定的出现在某些大频道的内容后面之后，那么演算法就会认定观众看完了这些影片也会感兴趣接着看你的这些影片，这时候这些大频道他们的影片旁边就会推荐你的影片，这不是蹭流量，而是结构设计。下个讯号就是时机与趋势。演算法每天都在做一件事，去扫描整个平台它的需求变化，它在看有哪些关键字它的搜索量是上升的，哪些主题它的讨论度是变高的，哪些内容它的观看时间突然增加。当某个主题它正在升温的时候，测试的频率也会增加。当你影片刚好能够去切入到这个节点里面，那么你的影片更容易的去被演算法去推荐到第一轮测试里面。这不是你被偏爱了，而是现在这个市场刚好就需要你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想说，有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发布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流量的放大器。你的影片前几小时的数据会直接影响到你这部影片能不能进入到下轮测试。如果说你选择在观众低活跃的时间段去发布新影片，那么你的这部影片第一轮的初始数据肯定不会太好，那么系统就不会把你影片推荐给更多观众。所以会建议你在观众最活跃的前30到60分钟去上传你的影片。那么当观众真的来到 YouTube 上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更多机会去看到你这部新影片。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如何去看到你频道观众的活跃时间呢？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然后选择观众，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数据，会告诉你观众到底在哪个时间段是最活跃的，以及观众最不活跃的时间段是在哪里。趋势会决定是否被测试得更快，而时间会决定你的测试数据是否更强。这两者叠加起来，就会决定你到底能不能突破第一轮测试。时机它本身就是杠杆，不是运气，而是判断。下个讯号就是主题权威。现在演算法它会首先判断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频道是做什么的，因为系统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解决曝光，而是精准匹配。如果说你的影片今天去聊剪辑，明天聊 AI， 后天去讲理财，那么演算法是无法去帮助你建立起一个精准的观众模型的，所以呢，它也不知道应该去把你的影片去推荐给哪些观众。所以为了平台的安全、观众的安全，那么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少推你的影片。但是当你长期的去围绕同一个主题，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提供内容的时候，演算法就会给你这个频道去定上一个清晰的标签，这个频道就是在某个领域的内容创造者，在持续不断的提供价值。比如说我的频道就是关于 YouTube 频道成长还有运营的，而我的内容是从不同的切入角度去说的，比如说标题设计、缩图策略、观看时长模型、冷启动、演算法更新、辨析结构。表面上看是有很多话题主题的，但其实都是围绕同一类型的观众去制作的，这就叫做单核心多切面。当你频道连续发了10到20部都是围绕同一核心的影片的时候，那么演算法就会加强你的频道在这个主题的领域权威，它会更有信心的去把你的影片去推荐给感兴趣这个内容的观众，而且推的会更加精准。主题权威不是说你
你要去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说演算法会知道把这些观众交给你，他们是放心的。这才是2026年演算法推荐影片的核心，不是说乱枪打鸟，而是稳定积累。当你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件事，真正困难的不是知道讯号，而是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成长系统。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这门 YouTube 系统课程。如果说你想更系统化的去设计你的成长节奏，去快速帮你频道去进行成长，去进行盈利，那么下面有完整介绍。但是成长之前有一件事更重要，就是确保你没有踩到 YouTube 的红线，因为在2026年 YouTube 已经开始去清理了某几种频道类型了，而且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我整理了7种现在正在被 YouTube 限流被封杀的频道类型，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如果说你的频道是其中一个，那么再好的频道运营策略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在优化之前，你最好确定一下你现在的频道到底安不安全。我希望你现在就点击观看。